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1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343.15，收盘价是345.68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48.88，最低价是在337.25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，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6202.49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反转向下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，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平开盘。那么开盘之后呢，股价即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跌，直到下方337附近得到了支撑。而这个位置呢，我们会看到，也碰巧是前面这根蜻蜓线最低的附近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股价是得到了支撑。然后呢，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是震荡上行，然后一直被拉抬到开盘价的上方。那最终呢，上方是在348附近遇到了压力，最后股价一直是在高位震荡前行，那么最后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，因此呢我们会看到生成了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。那么这样的 K 线呢，我们把它称作叫锤子线。那么锤子线的特征呢是下影线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，并且含有短的上影线。那锤子线如果是出现在下跌的底部，通常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同时呢要求要带有大的成交量。那么这根锤子线我们会看到呢，成交量并没有出现增量，所以呢这根 K 线我们也仅仅把它看作是一根或者叫止跌的信号 K 线。也就是说，日后股价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它的最高348，其实就是350关口，也是5日均线值附近。如果能够站上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呢将会确认这个止跌的信号，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它的最低是不能够被跌破的，一旦跌破那我们说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将会被瓦解，那么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个大幅的下跌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其实连续2个交易日，股价在337这个地方是出现了变盘或者叫止跌的信号 K 线。所以说呢，在第2次我们会看到多头依然是保的这个位置。所以目前337这个位置是不能够被跌破的。同时我们在前一期视频也提到过，在4月8日这根 K 线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一根实体长红 K 线，并且含有下影线，这也是有止跌的信号的。所以说这根 K 线它的最低也就是在339，上方最高是在365。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过，在之后的股价走势中呢，很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而在4月9日呢，股价是继续出现一根叫做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收盘价是在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和最低之间。那么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走势。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呢，由于成交量没有出现增量，
所以说呢，在日后呢，我们认为，也就是在4月10日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横盘的走势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4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是并列的，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。一个是反弹，我们给了两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在348附近，另外一个呢是在352附近。第二个可能呢，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341附近。而实际在4月9日收盘价是在345.62，股价是出现了横盘向上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在348这个位置啊，虽然说点位上相差较多，但是呢性质是相同的，也就是都是遇到五日均线值而出现了回撤。那么对。性质是相同的，方向相同，但是走势完全不同。我们预测的反弹应该是，不会出现较前一个交易日新低的，而实际我们会看到，实际走势和我们预测的回档的走势啊，其实是基本相符的。好，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横盘向上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4月10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83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目前348，也就是350关口，还有365。那么这两个位置将是股价能否继续反弹的两个强压力，也是重要标志。那么股价日后如果能够突破这两个位置，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，才有可能会到达383这个位置，否则呢，我们说，可能股价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好，那么383如果能够被突破，那么将会瓦解这一波空头趋势。那么第二个目标是396，第三个目标就是416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37，是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呢，实际上我们说343，也就是新生成这根锤子线的实体的下沿，将会是一个支撑。然后337如果被跌破，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一波空头趋势将会被继续延续。那么继续向下的目标呢，将是325，然后第三个目标就是273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股价日后的上行和下行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10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实体的下沿在343。那么股价在盘中呢，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在开盘出现急剧下跌之后得到拉抬，其实股价是被拉抬到它上方运行的，所以收在了高位。那么到了4月10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仍然是这个位置，但是我们取的是这根小绿 K 线实体的下沿，由于它是平开盘，所以是一个点位。好，那么在4月10日，股价如果能够在343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将会有反弹的走势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继续出现横盘向上。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那么股价很容易会继续回踩337这个位置，甚至是跌破它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343的理由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么对于多头，目前虽然是出现了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但是没有增量，同时收盘价并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这样的一个关键标志位，所以对于多头来讲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做多或者是强反弹的。
那么这是多头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350一直到365，这个区域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37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1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包括前高是从346到349。那么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356到357之间。第三个压力位呢是365，是这个位置。第四个压力位是371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第五个压力位是383，在这个位置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337，然后第二个支撑呢是下方的325，第三个支撑我们仍然取300整数关口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4月10日我们给出的预测是分先后顺序的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或者是叫反弹，继续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43，上方最高会到达351，收盘价会收在348附近。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358，那么收盘价将会收在355附近。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的条件，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43的。满足了这两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反弹。那么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47，下方最低会到达339，收盘价会收在341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横盘向下的条件呢，它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47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